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报告吧。那相信各位应该有看过好几个小时的集结或者是住房报告，之前还有出现过好像打了8个小时嘛，那个报告也是真的很离谱。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报告呢，它也是打了很长时间，差不多90分钟。虽然它这边是说增加了1个亿的击杀数量，因为实际上它这里是增加了12亿的击杀数，而不是只有1个亿而已。那这里12亿到底有多离谱呢？各位要记得，这个只是打了90分钟。在前不久几个月之前呢，我就有分享了一个我们打了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的报告，但是这边获得的击杀数量呢，其实没有比起这一次我要分享的报告这么多，那个时间差那么多，但是击杀没有这么多，也是很离谱一下。因为这边的击杀数量就等于说我这一次看的报告差不多2倍左右吧。那究竟它这个报告是怎样打出来的呢？为什么这么离谱呢？就连住房这边的击杀数呢，也是这一次比较多。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增加了5亿，上次才是增加3亿而已，差距很大。那当然，因为他们在打的时候呢，我没有看着他们是怎样去进行的，所以不排除集结那一方他们后面是有说 buff， 所以才会看到他们这边的击杀数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的原因。所以这边总体看下来，其实集结方那一边会比较赚一点，但是我们看报告都是要看两边啊，但对方那边的报告我就没有啦，因为有时候住房的报告不一定是比较亏的，有时候他可能 AOE 打到其他的部队有赚了一点点的击杀，再加上住房那一方他们会开一些反集结出去有围殴部队啊，所以他们报告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这里集结方这里也是会派部队去围殴反集结，所以他们报告也未必是赚了。OK，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两边的报告，虽然这边是哥哥跟赫克托尔，但是你们不要把它当成每一次都是赫克托尔在做住房，因为有时候住房会换去别的住房统帅的。因为我在录影之前呢，我有看了这份报告，它下面有出现到哥哥菠萝头，所以它有时候会换成菠萝头，也就是用混兵住房啦。我们点开进去看的时候，应该也是混兵。那这里就很明显了，它的车头都已经是使用混兵了，所以这边就不需要多看了。那集结方可能会有一些玩家会带错部队啦，我相信啦。你看这里往下一拉，就看到有人放了混兵进去，但这个是一个小错误啦，尽量不要放混兵进去啦。负责集结的玩家或者是管理层也是要多去注意一下。不过很快就把他给踢出去哦。如果看到他有混兵的时候，这边部队也是没有把他打到死啦，就是看到他带了混兵就把他踢走了。因为赫克托尔虽然说他是领袖统帅，但是他的主将如果是用步兵、骑兵、工兵天赋的话，他自己也会更换呢。像他搭配哥哥的时候，他就会换成步兵的天赋，也就是重击伤害啊。所以其实他是可以用混兵去驻防的。不过我们先看一下两边的争议吧。两边的装备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有专属。然后集结方呢，他们是使用4个专属铭文的楔形阵，驻防那一边的话，他们是使用重击伤害16字4个专属铭文，所以双方的装备争议、军器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只是观看集结跟驻防的话，那其实集结方这边的报告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有跟大家讲过，他不是一直以来都用哥哥搭配赫克托尔去做驻防的，而且中途有换一些防守，比方说哥哥搭配菠萝头，而且是有混兵的情况下，所以他这边驻防小亏一点点是可以接受啦，毕竟混兵嘛。而且从那边部队放进去，你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哥哥搭配菠萝头在里面了，所以相信这个应该也是他们的驻防车头之一啦。不过在这个报告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啦。那这里看下来，其实他们还是有不少的玩家是不小心去撞到这个集结的，所以就导致到这个集结赚了一些报告。为什么我会说不小心撞到呢？因为集结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关卡里面的，所以不太可能集结的 AOE 打到对方，所以一定要对方出了关卡之后他们才可以打到嘛，所以这边对方就放了一些小失误啦。相信那个也是他们的驻防车头。我们来看一下争议，也是一样，装备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军器方面，也是使用了偃月阵4个专属铭文，所以他们的军器装备都没有问题啊。哇，蛮厉害一下，我没有想到那个王国他们的玩家都蛮强的，不愧是遮头啊。但是这边也是看到一个错误啦，就是他那个驻防不小心去撞到他的集结，所以相信他们都是把那个部队准备好放在关卡后面了，然后拉进去那个关卡里面
可能是关卡那边周围太多人了吧，所以他们点不进去。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在补兵啊，就变成说如果他们用点击的方式加入的话会比较难一点，所以他们就用拉的方式会比较快。但也就看到有风险哦，就是不小心去撞到集结，还好他反应快啦，看到自己被撞到了之后就马上拉回来了。剩下的就是一些补兵的玩家，这个没有办法避免了。有一些玩家其实也是算蛮聪明的，就是很像比方说这个玩家这样子啊，他可能是在防守里面关卡里面他剩余的部队不是很多了，他想要撞死自己部队回去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兵力比较少的玩家都是这样子的操作。不过看到比较多还是这种他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部队拉出去，而且也不太可能是因为他们反集结出去所以就跟着出去了，因为这边没有看到反集结的报告。像他这边车头也是 OK 哦，他车头就是看到自己的部队剩下不是很多要换车头的时候，他就跑去撞集结然后回家去，这个操作是 OK 的。要验证他是不是车头也是看一下他的争议啊，装备没有问题，然后这边有4个专属铭文的偃月阵，所以可以确定了他的身份就是车头来的，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对方防守方他们的车头是充足的，但犯错的玩家还是很多啊，这个就 OK。他剩余的部队不是很多，他就跑去撞集结然后回家去。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大多数集结方他们赚到的击杀呢，就是因为这些玩家一直不小心出去撞到他，所以他就赚到了不少击杀。那当然了，也是有反集结，不过要稍微找一下，没有这么快。这边报告比较多还是一些部队的报告，这边又有一个车头出去了，所以就像我跟你们讲的，他不一定是用哥哥搭配赫克托尔，他有时候会换成波罗头来做驻防的，也是使用4个专属铭文的偃月阵，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部队的报告。我想找一下反集结在哪里啊？我看到他们反集结好像是用阿提拉来做反集结的，可以看到这些部队全部都是所以做防守方是真的很惨的。当然有一些玩家会说做防守方是很蠢的行为啊，就是因为集结方他们可以开多个集结嘛，然后又可以在外面刷 buff， 可是驻防那边刷不了而且驻防那边就很容易犯这种失误啊，而且你又准备多个车头去替换你的驻防，尤其是对方如果真的是使用多个集结的话啦，你要防守下来是真的很难了。这里又是一个不小心把自己驻防拉出去撞到集结的，太多这样子的报告了，全部都是这样子不小心拉出去。但是他那个反集结我终于找到一个了，阿提拉搭配查理马特，但他这边是有用转换啦，你们可以看到有密室，他把步兵换成骑兵了。然后集结那边的军器装备我们已经看过了嘛，骑兵这边的装备没有问题。至于他的军器的话，他是使用拱形阵，但是他这里并没有16支啊，算下来应该是只有2个专属铭文左右。而且很显然的，他这边报告呢，他是肯定有被围殴的所以就像我跟你讲的，有时候你们看到集结方那边报告赚，不代表说驻防或者是反集结那一方是亏的，因为他这边围殴的情况下，而且是使用阿提拉马特，反击伤害这么高，所以相信集结方那边的围殴部队肯定报告是亏的，不可能赚了。所以报告这边呢还是要看得仔细一点啦。不过对方没有分享报告啦，也有可能有分享啦，但我不在这个 KVK 里面啦，所以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从这边报告我看到一些端倪你们可以注意看啊，在刚刚他那个反集结出去之后，你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大量的部队呢，全部都是满部队出去打的，除了这个之外啦，还有包括这个。所以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对方他们开了反集结出去，然后他就有叫自己的成员们去围殴掉这个集结，把它打下来。其实他们的计划差不多要成功了，你们可以看到那个集结方的部队它是急速的下降，看到吗？但由于对方这边集结他们补的太好了，你可以看到啊，他上一个回合只剩下150万的部队，然后下一个回合他就变成214万，所以我可以说2748他们是真的做得很好啦，他那边补兵补得很快耶。因为像对方他们派了这么多的部队出去围殴他集结呢，其实是很难补起来的，所以这边他们的纪律性要很好才可以补起来。你看啊，这边剩下195，这边就马上升回去260万，很快啊，他们速度很快，这么多围殴部队马上就补起
起来啊，看到吗？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他们值得称赞啊，真的做得很好。然后这些出去围殴的部队呢，那你们看到啊，报告肯定是亏的，而且这边只是我们单方面看到集结打他们围殴部队的报告，他们这些围殴部队肯定报告会更加糟糕，因为他们除了打集结之外，他们也是会被集结方这边的玩家围殴他们的部队，所以这边报告不会像这样子亏那么一点点而已，会亏更多。所以从这边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这边集结补上来那些增援部队拉回去的那个数值是真的很好的。所以这边有长长一段呢，不是说他们不小心去打到集结，而是他们是想要试图去打那个集结。但我可以给一些建议在驻防那一方的玩家啦，就是你们除了打集结之外，其实你还可以派多一些玩家去他的集结后面打那些要准备补集结的部队啊。这个是我在先锋王国打下来这么多年的经验啦。因为如果你只是光打他这边集结，对方如果还有很多的补兵的话，那你打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会一直补的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你们这边防守方准备大量的玩家，除了去打集结之外，也要去打集结方他们补兵的部队，那些小号你多去打他，因为这种小号通常不会有这么多的资源加速啦。这里又看到了另外一个集结，可是他这边是用嬴政搭配马特，这个是什么什么奇怪的组合？应该也是要拿他的反伤啊，因为他是有带饰品的。对啦，他是要拿他的反击伤害啊。像嬴政他打出去的每个回合都是技能伤害嘛，而且又怕他被围殴掉啊。嬴政的伤害是很可观的。这里看一下他这边的装备没有问题。至于他的军器方面，这里可以看到他是用血行阵，但是没有16只啊。这边看下来应该是只有3个专属铭文的，因为你们可以对比这边集结方就知道了。所以可以看到这边驻防的那个阵营，他们的驻防车头军器会比较好一点啦，但是反集结那边呢就没有这么好。当然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个集结呢，其实他的目标不是要去打这个集结，但他出去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个集结方的 AOE， 所以才打到他这边有损失一点点啦。因为如果你是讲如果他这个是反集结去打这个集结的话，这样他报告还不至于这样子。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其他的报告。那有时候那个集结出去也是有一些玩家会冲着出去啊，但这边看下来都是单方面被打啦，你看，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小心拉出去还是怎样啊，然后被 AOE 打到，蛮有趣的这个报告，也是顺便分享一下一些关于集结跟驻防的一些经验吧。反正你集结方后面放多一些 buff 的队伍，一直说 buff 来跟对方打关卡，关卡驻防的那一方呢都是亏的，大致上都是亏的，而且他要防守都很辛苦啊。除了小号一直要拉出去帮忙补驻防之外，他的车头也是要准备很充足啊。因为集结方那边呢其实会算比较轻松一点啦，他不需要换车头，他车头就算是放一个部队进去里面炸了也不会有事情但相反的，如果集结方他们是真的想要攻打进去打驻防那边呢，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啦，没有这么容易拿下来。最主要我们现在还是要看一下一些反集结的报告吧，感觉这边的反集结并不是到很多。这边有一个哥哥赫克托尔，他们就是一个哥哥赫克托尔跟哥哥波罗头两边一直在替换，这边就变成哥哥波罗头，但是后面的频率换的越来越快耶，什么事情？他是后面的驻防部队没有换这么多嘛，你看这边又马上就换了，他在早期的时候换的频率还没有这么高，后面越换越快我是感觉对方应该是没有多少玩家啦去帮忙补那个关卡。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集结方那边真的有开双集结或者3集结之类的，只是这个是主要的集结，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报告放出来而已啊。太多可能性了，你只有自己在观战或者是你自己在打的情况下，你才知道那些细节啊。不过这边也算是做一个分享给大家吧，后面的报告就不看了，因为真的太长了，你们真的要我一个一个给你们看的话要看很久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份报告之后觉得怎么样呢？获得12亿击杀的报告当然其实还有很多报告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748王国，他的王国频道那边呢就有分享啦，他们打一些城市的报告。哇，这个玩家是被清零了吗？他好像是真的被清零咯对，就是他这个玩家被清零了，好惨哦！而且他是没有驻防我相信他应该是没有在线的。我过去看一下他还有没有在原地在这个位置，你看他的旗帜失效了，所以就跟你们讲下线要回家不会停
要回去安全区，要开泡泡，就是不会停。他们旗帜被 cut 掉了。顺便也是看一下他们这边 KVK 的情况好了，好像已经结束了。他们黄庭都不需要打，因为你看他已经突破了那个关卡器嘛，这边上面已经突破关卡器，连他们这边官司也是已经进到里面去了，所以他旗帜就 cut 掉了。当然他们报告还有很多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能我再分享吧。所以各位对于这个已经击杀了12亿的报告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